帕克解密：为什么神对当下常识崩塌的黑暗时代坐视不管？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每一个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心底偷偷地问过一次，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位至高的存在，一位慈悲的神，一位主宰着因果与命运的力量，那么他为什么要对眼前这个正在崩坏的世界坐视不管？你有没有一种很深的感觉，我们正活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年代？就在短短几年之前，我们还天真的相信眼见为凭，还相信一段影片、一张照片、一段录音就足以构成铁证如山的事实。可是到了今天2026年，这一切突然全都不算数了。你在手机荧幕上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孔，说着一段话，神情自然，语气真切，你几乎可以对天发誓那就是本人，可他偏偏可能从头到尾都是假的，只是几行冰冷的程式码在某一个深夜里凭空捏造出来的一缕幻影。你听见一段某位领袖的录音，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可它也许不过是一台机器精密地模仿出来的一串声纹。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照片、影片、声音全部不再能够证明任何事情。这已经不只是一场假消息的危机了，这是一件更加深沉也更加可怕的事，这是真实本身的崩塌。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处境，过去我们判断一件事情的真假，靠的是来源，是脉络，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印证。可是现在呢，连新闻编辑室里最资深、最老练的记者都不得不先去鉴定每一个档案在技术上的真伪，而不再只是查证消息本身的可信度。制造一个谎言变得又快又便宜，而拆穿一个谎言却变得又慢又昂贵。甚至在庄严的法庭上都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争辩，说某一段呈堂的录音或影片会不会其实是被机器动过手脚的。当一段真实的画面都可能被怀疑成伪造的时候，那真相这两个字还剩下多少分量？于是一种很微妙的心态开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悄悄蔓延，既然什么都有可能是假的，那我干脆就什么都不要相信，不就好了吗？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种什么都不信的姿态其实并不是清醒，也并不是理性，它只是一种犬儒式的冷漠罢了。真正的独立思考需要的是一块大家还能够共同站立的地面，一个彼此都还认可的真实。而如今这块地面正在我们的脚底下一寸一寸地碎裂，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的黑暗。它不是熊熊的战火，不是夺命的瘟疫，不是山崩地裂的天灾，它是一种更隐蔽也更难以对抗的东西，它是常识的崩塌。曾经有一些事情是不需要争论的，是所有人心照不宣的共识，那个东西就叫做常识。可是现在连最基本的常识都可以被无止境地扭曲、拆解、重组。有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认知的崩解。他的意思是说，当人工智慧可以毫不费力地伪造出这世上的一切之后，人们最终会失去对任何资讯的信任，哪怕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于是我们原本共享的那一个现实就裂解成了无数个各说各话、互不相让的碎片。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那一小块被演算法精心喂养出来的真实里，而这些真实之间再也没有交集。你相信的在我看来是荒谬，我坚持的在你听来是谎言。我们住在同一个地球上，却仿佛活在完全不同的宇宙里。更可怕的是，这些被大量制造出来的内容往往并不是为了说服你的理智，而是为了直接撩拨你的情绪、你的恐惧、你的愤怒、你的欲望。它绕过了你冷静思考的那一道防线，一把就抓住了你心里最脆弱的那一根弦。哪怕你事后知道了那是假的，可情绪的伤害早就已经造成了。还有一件事也许更值得我们警惕，当分辨真假变得越来越困难，困难到让人筋疲力尽的时候，很多人会慢慢地选择放弃。他们不再去追问什么是真的了，因为他们觉得反正也查不清楚，何必浪费那个力气。这是一种很深的无力感，一种在真相面前的习得性无助。你看，这才是黑暗真正的胜利。它并不需要让你相信某一个特定的谎言，它只需要让你对真相这件事情本身
彻底的失去兴趣。当一整个社会的人都不再相信有真相这回事儿的时候，那么任何人只要掌握了制造幻象的技术，就等于掌握了一切。这就是我们正在亲眼见证的一个常识崩塌的黑暗时代。而这一切并不是遥远的新闻，它就发生在你我每一天的生活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深夜滑着手机，一则又一则的讯息从眼前流过，有的让你愤怒，有的让你恐慌，有的让你对这个世界彻底的失望。可是滑到最后，你甚至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几则是真的。你有没有在跟家人朋友的谈话中，突然发现你们对同一件事情的认知竟然已经相差得如此之远，远到根本无法沟通，只能不欢而散？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疲惫与孤独，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哪里出了问题，可又说不上来到底是哪里？如果你有过，那么请你知道，你并不孤单。这种弥漫在空气中的不安，这种找不到立足之地的漂浮感，正是这个时代烙印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上的共同印记。好，说到这里，那个最古老也最沉重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了。如果真的有神，如果真的有一位全知、全能、全善的更高力量，看着他亲手创造的孩子们正一步一步地坠入这样的深渊，正在彼此欺骗，彼此撕裂，彼此仇恨，正在连真假善恶都分不清楚，那么他为什么不出手？他为什么要藏起自己的脸，任由这一切发生？如果他有能力阻止，却选择了不阻止，那他还算是慈悲的吗？如果他想要阻止，却没有能力，那他还算是全能的吗？这个看似无解的两难，困扰了人类几千年，也让无数的人在痛苦中失去了信仰。其实，这个问题一点都不新，它跟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几千年来，无数的先知、圣人，还有像你我这样的凡人，都曾经对着空荡荡的天空发出过同样的质问。在古老的经卷里，先知以赛亚就曾经喊出过这样一句话：你确实是一位隐藏自己的神。在更古老的哀歌里，有人绝望地写下：哪怕我呼求，我哀告，你也掩耳不听，你用密云遮蔽自己，使我的祷告不得透入。就连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先知，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也曾经仰天发出那一声穿透千古的悲鸣：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看，从古到今，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追问。当黑暗笼罩四野的时候，我们总是本能地抬起头，去寻找那位仿佛失踪了的主宰。我们越是痛苦，就越是敏感地察觉到他的沉默，他的缺席，他那看似漠不关心的冷淡。这种被上天遗弃的感觉，其实是刻在人类灵魂最深处的一道古老的伤。当然，面对上天这一份长久的沉默，也有许多人最终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他们说，也许那高高的天上本来就空无一物，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神，这一切的苦难不过是一场没有导演的闹剧罢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诚实去面对的想法，它并不愚蠢，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相当理性的选择。毕竟，如果真的有人在上面看着，那他又为什么要如此地不闻不问呢？可是，另外一群同样睿智的人，却在几千年的苦苦思索之后，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他们并不否认这一份沉默，可是他们说，这一份沉默的背后藏着的并不是虚无，而是一种我们一时之间还无法完全理解的更深的用心。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一种被许多古老的传统反复诉说过的关于沉默的另一种可能。它未必就是那唯一的标准答案，可是它也许能够为此刻正深陷在黑暗里的你点亮一盏不太一样的灯。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翻开人类漫长的历史，会发现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所感受到的这种末日感，这种天塌下来的绝望，其实我们的祖先也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感受过。想想看，当一场席卷大陆的黑死病夺走了当时将近一半人口的时候，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难道不会对着天空绝望地质问：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当一座辉煌了1000年的伟大城市在战火中一夜倾颓，文明的灯火仿佛就此熄灭的时候，
那些流离失所的人难道不会觉得这就是世界的终结？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黑暗时代其实反复的上演过，每一次当时的人都以为这就是最后的结局了，再也不会有光明了。可是你知道吗？每一次在那最深的黑暗过去之后，人类非但没有灭亡，反而迎来了一次又一次惊人的跃升。最漫长的中世纪之后，紧接着的就是照亮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最惨烈的浩劫之后，往往催生出最伟大的思想与最深刻的觉醒。这仿佛是一条隐藏在历史深处的规律。黑暗从来不是为了毁灭，它更像是一种孕育。就在那看似万物凋零的寒冬底下，其实有一颗全新的种子正在悄悄地积蓄着破土的力量。不过，我们这一个时代的黑暗倒是有一点，跟过去所有的黑暗时代都不太一样。过去的黑暗往往来自于失去，一场大火烧掉了一整座图书馆，于是知识就此失传；一场瘟疫带走了太多的人，于是记忆就此断绝。那是一种因为匮乏而造成的黑暗，是因为拥有的太少。可是我们今天的黑暗却恰恰相反，它不是来自匮乏，而是来自泛滥。我们并不是资讯太少，我们是资讯太多了，多到真假难辨，多到把真相淹没在了谎言的汪洋大海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就好像一个人不是渴死在沙漠里，而是溺死在了大海中。过去的人是在漆黑之中努力寻找着那一点微光，而我们却是在10000盏真真假假的灯光同时亮起的时候，反而看不清了究竟哪一盏才是真正的太阳。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人所面对的考验，其实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更加的艰难，也更加的考验一个人内在的那一份定力。那么帕克是怎么看的呢？在他对2026年的种种解读里，他反复强调着一个很特别的观点。他说，这一年确实是一个充满巨变、危机与动荡的年份，是旧秩序崩解的一年，是革命战乱、经济震荡与政治混乱交织在一起的一年。可是同时，他又说，这一场遍及全球的混乱，很可能正是一场伟大觉醒的开端，是一个全新黄金时代诞生之前的阵痛。他相信，真正的转变并不在于政治上一时的和平，而在于人类意识的一次深刻转向，一次从沉迷物质走向探寻内在的集体觉醒。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也非常温暖的角度。帕克从来不认为未来是一块已经刻死的石板，他引用那些古老的智慧，那些流传了2000年的棕榈叶手稿，反复地提醒我们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他甚至说，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看见的景象说出来，并不是为了吓唬谁，而是为了鼓励每一个人用正向的念头，用祈祷，用观想去减轻那即将到来的冲击。在他的眼里，我们并不是命运的囚徒，我们是可以亲手参与这场大戏的演员。这个角度告诉我们，黑暗与黎明也许并不是对立的两件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一体两面。我们不妨顺着这个思路多想一步。如果帕克是对的，如果眼前这一场崩塌的尽头真的通往一个全新的黄金时代，那么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它会不会是这样，当所有外在的权威都失去了公信力，人们反而被逼着重新拾起了独立思考与内在判断的能力。当所有虚假的连结都被戳破，人们反而开始渴望一种更真实、更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待。当对物质无止境的追逐在一场又一场的动荡中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人们反而重新想起去问一问生命真正的意义。很多时候，一个旧的世界必须先彻底的崩塌，一个新的世界才有可能在它的废墟之上生长。而我们也许正好就站在这新旧交替的门槛上，这既是最坏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好的时代。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会发现一个惊人相似的答案，其实早就写在了古老的智慧里。在印度的宇宙观当中，时间并不是一条笔直向前的直线，而是一个巨大的不断循环的轮盘。这个轮盘从光明纯净的黄金时代开始，一路走向越来越混浊、越来越黑暗的年代。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这个循环的最后一个阶段，
一个被称为黑暗时代的纪元。这个纪元据说在5000多年前，一位伟大的圣者离开人间的那一刻就已经悄悄地开始了。经典里是怎么描述这个时代的呢？他说，在这个时代，道德会全面的衰退，真理会逐渐的模糊，人们会被自私的欲望所驱使，社会会陷入普遍的混乱与失序，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将只剩下表面的吸引，而不再有真诚的爱与承诺，虚伪会取代真诚，巧言会取代实干，而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反而会被当成傻瓜。你听听看，这些几千年前就写下的预言，是不是跟我们今天所亲眼看见的景象重叠的令人毛骨悚然？仿佛那些古老的智者早就隔着几千年的时空看清了我们今天的模样。可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来了，这些古老的经典在描述完这一整片黑暗之后，画风却突然一转，他们说，这个外在最黑暗的时代恰恰是内在最容易觉醒的时代。在那个纯净的黄金时代，一个修行者也许要静坐苦修上万年才能够得到的成就，在我们这个黑暗的年代，只需要一颗真诚的心就可以轻易地达成。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正因为外在的黑暗达到了极致，那一道通往光明的门反而被推得最开。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在这个时代，神性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近，恰恰是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你看，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颠倒！我们一直以为黑暗就是神的缺席，可古老的智慧却告诉我们，黑暗也许正是神以另一种方式贴得最近的时刻。就像一个母亲在孩子学步的时候，会故意放开手，退到一旁，看起来像是不管了，可她的目光其实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双手其实一直张开着，随时准备在真正的危险来临时一把将孩子接住。在佛家的说法里也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洞见。所谓末法时代，指的正是佛陀的教法逐渐衰微，众生越来越难以领悟真理的年代。可是佛法同样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浊世里修行、积德、发愿，它的分量反而比在清平盛世里要重得多。就像一朵莲花，它偏偏不长在清澈见底的溪水里，而是从最污浊、最腐臭的淤泥当中开出最洁净、最庄严的花朵。淤泥越是深厚，那一朵莲花反而开得越是动人。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还是说，这本身就是天地之间一个最深的隐喻？污泥不是莲花的敌人，污泥恰恰是莲花的养分。而在这一片黑暗的尽头，几乎所有古老的传统里都不约而同地预言着一位救世者的降临，去终结这一个混乱的循环，去开启一个崭新的光明纪元。无论你叫它什么名字，无论它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个意象都是共通的。黑暗从来就不是终点，它只是黎明之前最深也最冷的那一段夜，而夜越深就代表着黎明其实也就越近了。其实在东方的智慧里还藏着一个更深的答案，关于因果。我们总是抱怨为什么上天要让这样的黑暗降临在我们的头上，可是我们却很少回过头来问一问自己，这一片黑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不是上天心血来潮降下的惩罚，它其实是我们自己一念一念、一步一步亲手种下的果。当我们选择了追逐虚荣，就种下了虚假的因；当我们选择了彼此欺瞒，就种下了猜忌的因；当我们选择了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就种下了混乱的因。这无数个小小的因日积月累，最终汇聚成了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一整片共业的黑暗。从这个角度看，上天的坐视不管其实正是最深的公道，也是最深的慈悲。因为因果这条法则本身就是宇宙之间最公正的一位老师，他不会偏袒任何人，也不会冤枉任何人。你种下了什么，就会收获什么，分毫不差。如果上天贸然的出手，强行抹掉了我们自己种下的果，那么我们将永远学不会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一个永远不必为自己负责的物种，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成熟的。所以，这一片黑暗，与其说是天罚，倒不如说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正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模样。
而要走出这一片黑暗，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从现在开始，在每一个当下重新的种下善的因。因为既然这一片黑暗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那么那一片光明当然也只能靠我们自己一念一念地重新把它种回来。好，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最核心的那一个问题了。既然如此，那位至高的存在为什么还是选择了沉默？为什么还是要坐视不管？关于这个问题，人类几千年来其实已经摸索出了几个非常深刻的答案。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慢慢的把它们摊开来看。第一个答案，关于自由。设想一下，如果真的有一位神，他每一次只要看见有人即将做出错误的选择，就立刻伸手把他拦下来；只要看见有人即将受到伤害，就立刻降下神迹把他护住，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表面上看，那会是一个没有痛苦、没有邪恶的完美天堂。可是你再往深一层想，在那样的世界里，我们还算是人吗？我们将不再拥有任何真正的选择，因为每一个错误的选项都会被那一只无形的手事先抹掉。我们将变成一群被牵着线的木偶，一群永远不会犯错，却也永远无法成长的提线傀儡。有一种深刻的说法认为，神之所以容许邪恶的存在，正是因为他太看重我们的自由了。自由是一切善的前提，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明明可以选择作恶，却依然选择了行善的时候，那一份善才有了真正的重量。爱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份被强迫出来的爱根本就不是爱。只有当我们拥有拒绝的能力，却依然选择了付出的时候，那一份爱才是真的。所以神的坐视不管也许并不是漠视，而是一种近乎悲壮的尊重。他宁愿承受着看我们跌倒的痛苦，也不愿意夺走我们亲手从地上站起来的那一份尊严。一个总是替孩子挡下所有困难的父母，养不出坚强的孩子，而一位真正的造物主也许正是懂得这个道理，才忍住了那一次又一次想要出手的冲动。第二个答案，关于淬炼。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最珍贵的品格，是只能够在黑暗中才能够诞生的？设想一个从来没有危险的世界，那里就不可能有勇气，因为勇气正是在恐惧面前依然选择前行。设想一个从来没有苦难的世界，那里就不可能有慈悲，因为慈悲正是为着他人的痛苦而心疼。设想一个一切都轻而易举的世界，那里就不可能有坚韧，不可能有牺牲，不可能有那种在绝境之中依然不肯放弃的信念。有一派非常古老的思想认为，这个充满了挑战与苦难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失败的作品，而是一座精心设计的熔炉，一所专门用来锻造灵魂的学校。黑暗在这里不是惩罚，而是一把火，它烧掉的是我们身上那些虚假的、脆弱的、浮于表面的东西，而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黄金。所以当我们身处在这一个常识崩塌的黑暗时代，也许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集体淬炼。这一场淬炼逼着我们去重新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逼着我们在无数的谎言之中去重新锤炼出那一份分辨真伪的智慧。一个从小生活在诚实环境里的人，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坚持真话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可是我们这一代人生在了一个谎言泛滥的年代，我们每一天都在被迫地修炼这一门功课。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并不是最不幸的一代，我们也许是被交付了最重要一场考试的一代。第三个答案，关于视野。帕克有一句话说得很妙，他说我们看这些未来的景象，就像是隔着一面模糊的镜子在看。这句话其实道出了一个很深的道理。设想一下，一只小小的蚂蚁正艰难地爬过一幅巨大的织锦，在它眼前的也许只是一团杂乱无章的黑色丝线。他会觉得这一个世界怎么如此混乱，如此丑陋，如此没有道理。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如果把视角一路拉高拉远，那些在他看来杂乱无比的黑线，其实只是一整幅壮丽图画里恰到好处的阴影与轮廓。少了那几笔黑，整幅画反而不成立了。我们会不会也正是那一只蚂蚁？我们用我们有限的眼睛、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智慧去审判着一位据说拥有无限视野的存在，
然后我们得出结论，说他失职了，说他坐视不管了。可是我们真的看得见那整幅图画吗？我们真的知道眼前这一段看似毫无意义的黑暗，在更宏大的尺度上究竟连接着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吗？也许从我们这一个位置看过去像是遗弃的东西，从更高的地方俯瞰下来，恰恰是最精妙的布局。很多我们当下觉得是天大灾难的事情，多年之后回过头看，才发现那竟是命运最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连我们自己的一生都是如此，那么一整个时代，一整个文明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第4个答案，关于成长。这一个答案跟自由那一个很像，但它更进一步。设想一下，有一个孩子，每一次遇到难题，父母都立刻帮他解决；每一次考试，父母都偷偷替他作答；每一次跌倒，父母都在他落地之前就把他抱起。这样的孩子会长成什么样子？他也许一辈子都学不会如何独自面对这个世界，他会变得脆弱，变得依赖，变得经不起一点点风雨。一位真正有智慧的长辈都明白，爱一个人有时候恰恰是要学会放手，是要忍住那份想要出手相助的冲动，让他自己去经历，去碰壁，去在失败中长出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力量。那么对于整个人类这个大孩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每一次我们闯了祸，都有一双大手从天而降替我们收拾残局；如果每一次我们走错了路，都有一个声音直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那么我们这个物种将永远停留在婴儿的阶段，永远无法真正的长大。也许那一位至高的存在，正是因为对我们有着更深远的期许，才选择了退到幕后。他不是不爱我们，恰恰相反，他是用一种更艰难也更深沉的方式在爱我们。他在等待着，等待着我们有一天能够不再依赖任何外力，靠着我们自己内在的良知与智慧，走出这一片黑暗。这是一场成人礼，而成人礼从来都是要独自走过的。而这就要说到第5个答案了，也是我觉得最动人、最温柔的一个。在许多修行的传统里，都描述过一种非常特殊的灵性经验，有人把它叫做心灵的暗夜。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一个正在虔诚追寻的人，会突然在某一天感觉到那个一直陪伴着自己的神消失了，所有的温暖，所有的慰藉，所有的灵性喜悦，一夜之间全部抽离，只剩下无边的干涸、冷寂与孤独。这一个人会觉得自己被彻底的抛弃了，会觉得天地之间再也没有人听得见他的呼喊。可是那些真正走过这一段暗夜的圣者却说，这根本不是惩罚，也不是神真的离开了，恰恰相反，这是灵魂在被净化的过程当中一段最关键也最深沉的旅程。神刻意地藏起了他的脸，并不是要遗弃你，而是要让你长大。他要剥除你对外在慰藉的依赖，剥除你那一种只有在得到好处的时候才愿意相信的信仰。他要逼着你去学会，即使在感觉不到任何回报的黑暗里，也依然选择信任。有一位灵性导师甚至说，这一种令人迷失方向的灵性暗夜，其实是一种神圣的策略。它的目的是一场彻底的死亡，也是一场全新的重生。那个对神心存怀疑、患得患失，只想着索取好处的旧我死去了，而真正的信任，真正的坚定，才能够在这一片废墟之上重新的诞生出来。你发现了吗？如果一个人的心灵暗夜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今天整个文明会不会也正在集体地走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灵暗夜？我们曾经那么确信的一切，我们的常识，我们的共识，我们对真实的信任，正在一夜之间全部崩塌。我们感觉自己被抛弃在一片什么都无法确定的荒原之上，四顾茫然，无所依靠。可是如果古老的智慧是对的，那么这一切也许并不是神的离场，而恰恰是他最深的用心。他正在剥除我们对外在证据的依赖。想想看，过去我们把真实全都寄托在外面的东西上，寄托在影片上，在照片上，在专家的说法上，在别人的口中。可现在这些外在的支柱一根一根地被抽走了，你再也无法单纯的透过一块荧幕去确认什么是真的了。那么你会被逼着退到哪里去呢？答案是退回到你自己的内心，这
也许才是这一整场黑暗最深也最不为人知的秘密。一个伪造的影像可以模仿出一张完美无瑕的脸，可以复制出一段以假乱真的声音，可是它有一样东西永远也伪造不了，那就是你内心深处那一份直接的无需任何证明的知晓。当外面的世界变得再也无法信任的时候，你反而被逼着去重新学习如何信任一种更深沉的东西，那是良知，是直觉，是当你真正静下心来的时候，你心底那一个清清楚楚的声音。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精妙的设计。当所有虚假的光都熄灭了之后，我们才会终于想起去寻找那一盏其实一直亮在我们自己心里的灯。神并没有坐视不管，他只是把那一条一直向外奔忙、向外求索的路，一寸一寸地给我们堵死了，好让我们终于肯回过头来，走上那另外一条一直被我们忽略了的向内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代的黑暗非但不是惩罚，反而是一份包装的极为严厉的礼物。我们不妨再想深一点，在这一个一切都可以被伪造的世界里，到底还有什么是永远无法被伪造的？机器可以伪造你的脸，伪造你的声音，甚至伪造你说过的话。可是，机器能够伪造当你深夜守在生病的孩子床边时，心里那一份真实的牵挂吗？机器能够伪造当你向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真正说出原谅时，心里那一份沉重的释然吗？机器能够伪造两个相爱的人四目相对时，那一瞬间无需言语的懂得吗？机器能够伪造一个陌生人在你最狼狈的时候递过来的一杯热水，那一份不求回报的善意吗？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最真实、最珍贵的东西，恰恰都是那些无法被伪造也无法被复制的。它们不存在于荧幕上，不存在于任何一段可以被剪辑的影像里，它们只存在于一颗真心与另一颗真心真正相遇的那一个当下。也许这一场黑暗最深的用意，就是要把那些浮在表面的、虚假的、可以被伪造的东西全部冲刷掉，好让我们终于看清什么才是那个永远冲不走的真正的黄金。当外面的一切都变成了幻象，我们反而会格外的珍惜那些还握在手心里的真实的温度。所以，回到帕克的那一个说法，这一场席卷全球的混乱为什么会是一场伟大觉醒的开端？现在我们或许能懂了，正是因为当一个人再也无法从外部的世界获得任何确定感的时候，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内去寻找。而这种大规模的被逼着转向内在的过程，不正就是一场集体的灵性觉醒吗？黑暗把我们从对物质、对表象、对外在权威的迷恋当中狠狠地摇醒，它逼着我们去问一些在太平盛世里我们从来懒得去问的问题：我到底是谁？什么才是这一生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在这一个一切都可以被伪造的世界里，到底还有什么是永远无法被伪造的？当一个人开始认真地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觉醒其实就已经悄悄地开始了。也许这正是那一位看似沉默的力量一直在等待的那一刻。那么这一切对我们每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神真的没有离开，如果这一场黑暗真的另有深意，那我们该做的难道就只是躺在原地被动地等待着被拯救吗？当然不是。无论是帕克还是那些古老的传统，给出的答案其实惊人的一致。帕克说，用正向的念头，用祈祷，用观想，去主动地参与这一场转变，因为未来从来就没有被写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念都是塑造它的一股力量。而在那个黑暗时代的教法里，也同样告诉我们，越是在混乱的年代，就越要向内收摄，越要真诚的修持，越要在自己的心里守住那一盏不灭的灯。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黑暗会把所有需要被疗愈的东西全都暴露出来，它照见的不只是这一个社会的病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那些一直不敢去面对的角落。所以这一个时代真正在邀请我们做的，并不是去对抗黑暗，而是去成为光。你无法用更多的黑暗去驱散黑暗，你只能点亮一盏灯。那么具体来说，在这样一个真假难辨的时代，我们到底该怎么活呢？也许第一件事
就是学会慢下来。当一则讯息扑面而来，急着要撩拨你的情绪的时候，别急着愤怒，也别急着转发，先停一停，给自己一点呼吸的空间，问一问，这是真的吗？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那个急着要你立刻反应的东西，往往最是可疑。第二件事是重新学会信任你内在的那一把尺。外面的声音再吵再乱，你心底那一份对是非善恶的直觉其实一直都在。当你安静下来，它就会浮现。它比任何专家、任何演算法都更了解什么对你而言才是真正正确的。第三件事是选择你要喂养什么。我们的心就像一片田地，你每天让什么样的讯息流过它，它最终就会长成什么样子。如果你整天喂养它恐惧与愤怒，它就会结出焦虑的果实。如果你愿意每天也留一点时间去喂养它美好、宁静与善意，那么即使身处在最混乱的时代，你的内心也依然可以是一座花园。这三件事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在这个时代，能够做到的人其实就已经是在修行了。我们还要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其实真正让一个人崩溃的，往往并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的没有意义。曾经有智者观察到，一个人只要能够在他所承受的痛苦里找到一个意义，那么他几乎就可以撑过任何程度的折磨。真正把人压垮的是那一种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都只是随机的、荒谬的、毫无来由的绝望感。而我们这一个时代最深的病，也许正是在这里。当常识崩塌，当真假不分，当一切庄严的事物都可以被消解成一场虚无的游戏的时候，人们最容易失去的恰恰就是那一份意义感。可是你看，如果我们愿意相信这一片黑暗并不是一场随机的灾难，而是一场有其深意的淬炼，是一次通往觉醒的必经之路，那么同样的苦难就会在一瞬间有了全然不同的分量。它不再是那个要把我们吞噬的深渊，而是那道要把我们托起的阶梯。找回意义，也许就是我们在这一个时代能够给自己的最好的一剂解药。当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承受的时候，你就再也不会被任何黑暗真正的击垮了。不要小看你自己，在这一个共享的真实正在崩塌的年代，你心里那一份对真诚的坚持，那一份不肯随波逐流的清醒，那一份哪怕全世界都在说谎，你依然选择诚实的勇气，都远比你以为的要珍贵得多。因为当每一个人都选择在自己的心里点亮一盏灯的时候，这无数盏微小的灯汇聚起来，就足以照亮整整一片曾经被认为无可救药的黑暗。你也许会觉得，我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可是别忘了，任何一场伟大的黎明都是从第一缕微光开始的，任何一片燎原的星火都是从第一颗火种点燃的。你守住的那一盏灯，也许就会照亮你身边的一个人，而那一个人又会去照亮另一个人。这也许就是那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真正诞生的方式。它不是从天而降的一场神迹，不是某一位救世主替我们解决了一切，而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一点一点重新生长出来的。救赎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我们也许还需要多一点点的耐心。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对时间的感受跟那一位至高的存在也许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们来说，短短几年的动荡就已经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那么难熬。可是在那一个以亿万年为单位，静静看着一个又一个文明起起落落的视角里，我们此刻所经历的这一切，也许不过只是一次轻轻的呼吸，一个短暂的过渡罢了。古老的循环论告诉我们，黑暗的纪元固然漫长，可它终究会过去，光明的纪元也终究会再一次到来。这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安慰，而是一个深植于宇宙运行规律里的古老的承诺。冬天再冷，也挡不住春天的脚步；夜再黑再长，那一轮太阳也终究会照常升起。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在这漫漫的长夜里守住心中那一份笃定，然后耐心地去等待那必然会到来的黎明。急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唯有沉住气的人才能够走到最后，亲眼看见那第一缕曙光。好了，说到这里，让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一个画面。
那一个我们再也无法相信自己眼睛的世界，那一个真假难辨、人心惶惶的黑暗时代。曾经，我们把它看作是神坐视不管的铁证，看作是这一个世界被彻底抛弃的证明。可是现在，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重新看待它了。也许，这一片黑暗并不是一堵绝望的墙，而是一扇门。它把我们向外求索的所有道路全都堵死，其实只是为了让我们终于肯回过头来，去打开那一扇一直通往我们自己内心的门。神并没有失踪，他只是在静静的等待，他在等待着我们终于厌倦了向外的追逐，终于放下了对表象的执着，然后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向内看去。而在那里，在那一个永远无法被伪造，也永远无法被夺走的最深最深的地方，我们也许终将会发现，那一位我们苦苦寻觅，以为早已离我们而去的存在，其实从来就不曾离开过。他一直都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等着我们回家。就在此刻，全世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同一件事牢牢吸了过去。48支球队，104场比赛，横跨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3个国家，分散在16座城市，整整要踢上39天。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据说会有超过数十亿人守在大大小小的荧幕前面，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声嘶力竭的呐喊。从酒吧到客厅，从广场的大荧幕到手机的小视窗，全人类的心跳仿佛都被同一颗滚动的足球给牵动着。这本该是一场纯粹的狂欢，是足球的盛宴，是4年一度才轮到一次的全球派对。你可以想象那样的画面，在地球的这一端是万里无云的白天，球迷们穿着心爱的球衣，把脸颊涂上国旗的颜色，成群结队地涌向球场。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可能已经是万籁俱寂的深夜，却仍然有无数人揉着惺忪的睡眼，泡上一杯浓浓的咖啡，守在电视机前，就为了不错过那临门一脚的瞬间。语言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可在这短短的1个多月里，全人类仿佛被同一根看不见的线紧紧地串在了一起。每一记精彩的进球都会在同一时间引爆横跨好几个大洲的欢呼，每一次扼腕的失误也会让无数颗心在同一秒钟狠狠地揪紧。这就是世界杯的魔力，一种足以让整个地球同步呼吸的魔力。可是就在这片震天的欢呼声底下，一股奇怪的暗流正在悄悄聚拢。从日本到巴西，从英国到印度，那些原本各说各话、井水不犯河水的占卜师、通灵人、预言家，最近竟然像是事先串通好了一样，把手指齐刷刷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同一段时间，他们在意的不是冠军最后花落谁家，不是哪一支队伍会捧起那座金杯，而是一句让人听了背脊发凉的话：最危险的日子要来了。而他们不约而同圈出来的，正是6月28日跟6月29日这短短的2天。为什么偏偏是这2天？为什么大家都死死盯着世界杯？又为什么连那部播了30多年，被全世界网友奉为神准的辛普森家庭都被一起卷了进来？这背后到底是纯属巧合的捕风捉影，还是真的有什么是我们还没看懂的？今天我们就一层一层把这件事慢慢拨开，看个明白。我们先从那位日本的占卜师说起。熟悉这个频道的朋友都知道，这几年只要话题一扯到灾难的预兆，日本永远是风暴的中心。日本这个民族对天灾的敏感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地震、海啸、火山、台风，这片土地经历过太多，于是各式各样关于末日的预言也就特别容易在这里生根发芽。从那本被反复讨论到烂的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到作者龙树亮在梦里看见的那场席卷而来的大海啸，再到今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黑暗3日，说是从6月6日那天开始，整整3天，全世界都会陷入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那阵子，超市里的矿泉水跟泡面甚至一度被抢购一空，紧张的气氛弥漫了整个社会。说起来，日本社会对这一类预言的反应总是格外强烈。这个民族似乎打从心底就带着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
跟对无常的警觉。毕竟在这片狭长的岛屿上，地震几乎是家常便饭，海啸的记忆也从来没有真正远离过。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本新的预言书，或是一段新的梦境在网络上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有人深信不疑，连夜囤积物资，也有人嗤之以鼻，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不管信还是不信，这些关于灾难的低语总能在这个社会里找到愿意倾听的耳朵。而那本被反复提起的漫画书里那位作者，据说早在好几十年前就在梦里看见了后来真实发生的大地震，这也让他后来关于今年的种种预示被许许多多人捧在手心里，当成不可不防的警告。而这一回把矛头指向6月底的并不是那位漫画作者，而是另外几位专精于东方命理跟西方占星的研究者。他们翻遍了今年的星历，把每一个特殊的天象都仔仔细细地标记了出来。在他们的推算里，6月底的这几天恰好是好几种不太寻常的星象集中出现的一段时间。他们说，这样的天象组合并不常见，往往要隔上好些年才会碰上一回。也正因为它的罕见，才更加值得人们打起12分的精神，谨慎地对待。结果呢，6月6日那天，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鸟照常在叫，车照常在跑，什么也没发生。很多人偷偷松了一口气，觉得这出闹剧总算可以落幕了。但就在大家以为警报终于解除的时候，另一批日本的占星师跟命理师却不慌不忙地把日历翻到了6月底，指着6月28日到6月29日这个位置，神情凝重地说，先别急着高兴，真正要留意的其实是这里。他们的根据乍听之下很玄，可细究起来又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在占星的世界里，月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走进一段被称为空亡的特殊时段。说的白话一点，就是月亮已经离开了它原本待着的星座，却又还没走进下一个星座，卡在这段尴尬的空档里，它跟天上其他星体之间暂时不再形成任何角度。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一种说法，在这种时候做任何重大的决定，开始任何全新的计划都特别容易出岔子，仿佛一脚踩进了命运的真空地带，使不上力，也抓不住方向，连占卜本身都算不太准。而根据今年的天象推算，从6月28日下午2点多开始，一路延续到6月29日傍晚5点前后，正好就落在这么一段又长又明显的空亡时段里。整整20多个小时，月亮都悬在那片无人之境。更巧的是，紧接着到了6月30日，天上还会升起一轮饱满浑圆的满月。在许许多多古老的传说里，满月本身就跟情绪的失控，跟突如其来的意外，跟人心深处那股莫名的躁动紧紧绑在一起。狼人在满月下变身的故事，医院急诊室在满月夜总是特别忙碌的传闻，全都绕着这一轮月亮打转。其实关于月亮会影响人心的说法，自古以来东西方都不约而同地流传着。古人相信，当那一轮明月圆满地挂上夜空，潮水会跟着涨落，人体里的某些东西也会跟着悄悄起伏。虽然现代的科学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这些说法大多找不到扎实的根据，可奇妙的是，这份对月亮的敬畏跟想象却始终没有从人类的心里彻底消失。每当夜空中升起一轮满月，总还是会有人下意识地多留一个心眼。而今年6月底这一次，偏偏就把空亡跟满月这两件事紧紧地挤在了一块儿。在那些占星师的推演里，这还不是全部。他们说，今年的这个夏天，天上好几颗重要的行星刚好都走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位置上，有的行星正处于一段被认为容易带来变动跟冲突的逆行阶段，有的则跟另外几颗星体形成了一种被视为紧张的角度。把这些零零总总的天象全都加在一起，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今年的6月底到7月初，整体的能量场会显得格外的浮动，格外的不安稳。而偏偏就在这段时间里，全世界上亿人的注意力跟情绪又被一场接着一场的淘汰赛紧紧地拽住。在他们看来，这两股力量的叠加
正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换句话说，在这些占卜师的眼中，6月28日到6月30日这短短的几天，就像是好几股不安的力量刚刚好叠在了同一个时间点上。一边是月亮悄悄走进真空，一边是满月即将高高挂起，再加上全球上亿人的情绪被同一场赛事同时点燃。他们说，这样的组合平常或许顶多让人睡不好觉，心浮气躁，可一旦碰上一个聚集了天文数字人潮的超级舞台，那性质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而这个超级舞台恰恰就是今年的世界杯。讲到这里，你心里可能会冒出一个疑问，预言家多了去了，这世界上每一天都有人在预测这个那个，为什么偏偏这一次他们会像被一块磁铁死死吸住一样，全部盯着一场足球赛？答案其实就藏在今年世界杯的特殊之处里。这一届是世界杯漫长历史上头一次把参赛队伍扩军到48支，比赛的场次也跟着直接暴增到104场，分散在3个国家的16座球场上轮番上演。从6月11日揭幕那天算起，要一路鏖战到7月中旬才会迎来最后的决赛。而在这整整1个多月的赛程里，最关键也最残酷的那个转折点就出现在6月底。原本相对轻松的小组赛会在6月27日全部踢完，紧接着从6月28日这一天开始，整届赛事就会正式切换成你死我活的淘汰赛，也就是这一届因为扩军才特别新增出来的32强淘汰赛阶段。要知道，过去的世界杯从来没有过所谓的32强淘汰赛这个阶段，以前的赛制是32支球队先分组厮杀，小组出线之后就直接进入16强。可这一届不一样，球队的数量一口气膨胀到了48支，于是主办方不得不在中间硬生生插进了一个全新的环节。也就是说，6月28日这一天不只是淘汰赛的开端，更是世界杯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篇章第一次正式登场的日子。光是这份史无前例的分量，就足以让全世界的关注度瞬间飙到顶点。你看懂了吗？6月28日，它不只是占星师口中那个月亮走进真空的日子，它同时还是整届世界杯从欢乐热闹的小组赛一脚跨进输了就得收拾行李回家的淘汰赛的第一天。从这一天起，每一场比赛都成了没有退路的生死战，一个失误就可能让一支国家队4年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全世界的目光，全世界的关注度跟情绪张力会在这短短几天里一口气被推上整届赛事的最高点。而如果站在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件事，这样的场合本身就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就在不久之前，一份来自国际知名智库的分析报告就毫不避讳地直接点明，这一届世界杯将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一场体育盛会。正因如此，它自然也会成为各种有心人士眼中最诱人也最难以防范的目标。报告特别提醒，最需要严加提防的往往不见得是什么跨国的大型组织，反倒是那种独来独往或者3、5成群的本土行动者。他们最可能选择下手的地方不是戒备森严的球场核心，而是球场外大排长龙的人潮，是球迷们聚集狂欢的广场，是赛场周边那些防备相对松散的饭店跟餐厅，也就是所谓的软目标。报告里还特别分析，这一类的场合之所以难防，正是因为它太过开放，太过热闹，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从世界各地汇聚到同一个地方，彼此之间毫无防备地挤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里，要想做到滴水不漏，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负责维安的单位能做的往往只是把风险尽可能地压到最低，却很难把它彻底的归零。也正因为这份天生的脆弱，这类大型赛事才会在每一次举办之前都让相关单位绷紧了神经，做足了准备。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正好碰上某个主办国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庆连假，大批的世界杯赛事会跟举国同庆的人潮重叠在同一段时间里，安保的压力可想而知有多么沉重。更别说今年对那个主办国而言还是一个格外特殊的年份，整个国家正准备迎接一个极具分量的重大周年纪念，届时举国上下的庆祝活动
会跟密集的世界杯赛程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成千上万的人潮会涌入各大城市的街头，涌入一座又一座的体育场。对于负责维安的单位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历史上每一次这种万众瞩目的超级盛会，都像是在钢索上行走，需要动用海量的人力跟资源，才能勉强的把那一根根紧绷的弦稳稳地撑住。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预言家口中的不祥之兆，才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刺耳。事实上，这股紧张的气氛在世界杯才刚刚揭幕的时候，就已经悄悄露出了苗头。开幕战的场边，就因为某些国际局势的牵扯，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插曲，看台上的情绪一度相当激动。这也让很多人意识到，今年这届世界杯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单纯的体育竞技，它背后还缠绕着太多现实世界里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跟张力。放眼今天的世界，本来就不太平静，好几个地区的冲突依旧烽火连天，国与国之间的角力也一刻都没有停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场汇聚了全球目光的体育盛会，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各种情绪、各种立场彼此碰撞的舞台。有人想借着这个舞台传递某种声音，也有人担心这个舞台会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当成了某种工具。当体育跟政治这两件原本应该分开的事情，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被硬生生地搅和在一起，那份潜藏的张力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或许也正是为什么今年这届世界杯会让这么多预言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了过来。把这些事摆在一起看，你大概就能慢慢明白为什么那些预言家会集体绷紧了神经。一边是天上那套被反复解读的星象，一边是地上空前庞大几乎填满整座城市的人潮，再加上现实里确实存在谁也无法完全打包票的安全隐忧，这几股力量刚刚好就在6月底这个节点上狠狠地交汇在了一起。对于相信这一套说法的人来说，这已经远远不只是巧合那么简单了。当然，站在另一个角度，也有人会冷静地指出，这一切或许不过是人类想象力的一场集体狂欢。毕竟每一年的夏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赛事，都会有形形色色的预言，只要事情足够多，总会有那么几条碰巧凑在一块儿。可问题在于，当这些碰巧全都叠加在一个如此盛大、如此引人瞩目的舞台上时，那份戏剧性、那份张力便会被无限地放大。于是，原本平淡无奇的巧合，摇身一变就成了让人津津乐道，甚至寝食难安的悬念。不过，真正让这整件事在网络上彻底引爆、瞬间传遍全球的，还不是那些占星师，而是一只黄皮肤的卡通动画。没错，就是那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辛普森家庭。这部美国动画到今天已经堂堂播到第37季，累积超过800集。这么多年下来，它累积了一个近乎传奇，甚至带着点玄学色彩的名声。无数网友打从心底坚信，它真的能预知未来。从很多很多年前，就在画面里画出某位地产大亨日后当上美国总统的桥段，到一位天后歌手在超级杯中场压轴登台的场景，再到隔了整整20年才终于上映的辛普森电影续集。这些被人一桩桩、一件件从旧片里翻出来对照的巧合，越看越让人从头皮一路麻到脚底。而这一次，被眼尖的网友从尘封的老片里挖出来的，是1997年播出的一集老剧情。在那一集里，男主角河马跟他的太太美芝一起兴冲冲地跑去一座叫做春田球场的地方看一场足球赛。电视荧幕上打出的宣传标语口气非常霸气，写着要一举决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场上对阵的那2支队伍竟然就是墨西哥跟葡萄牙。在那段纯属虚构的卡通剧情里，最后的结果是墨西哥以1-0的比分力克了葡萄牙。有趣的是，在那段短短的画面里，编剧似乎是随手一画，根本没有想太多。毕竟那不过是一部喜剧动画里一个一闪而过的小小场景罢了。可谁能想到，将近30年之后，这个原本毫不起眼的桥段
竟然会被全世界的网友当成宝贝一样反反复复地拿出来，逐格地分析。有人放大画面里的每一个细节，有人比对球衣上的每一道条纹，甚至连背景里一闪而过的看板都不肯轻易放过。这份近乎执着的热情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了。你发现这巧合诡异在哪里了吗？墨西哥跟葡萄牙这两支队伍今年双双都打进了这一届的世界杯，而更让人坐不住的是，有网友把动画里那座春田球场的外形跟今年世界杯决赛真正的举办地那座位在美国纽泽西州的巨型球场拿来仔细比对，竟然发现两者的轮廓有那么几分神似。于是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推测就这样不胫而走，迅速传开。难道说辛普森早在将近30年前就已经偷偷地把今年世界杯的决赛对阵组合，甚至连最后的冠军归属都悄悄藏进了那短短几秒的画面里？如果真的照着这个剧本走下去，那对全世界许许多多的球迷来说，恐怕会是一个五味杂陈，甚至有点残忍的结局。因为那意味着那位已经征战世界杯多年，年纪都已经40岁出头，一心想在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上亲手捧起那座梦寐以求的金杯的葡萄牙超级巨星，最终还是会在离终点只剩一步之遥的地方功亏一篑。而最后高举金杯尽情庆祝的会是身为地主之一的墨西哥。说起辛普森，他让人后背发凉的可不止这一桩。网友们翻着翻着又翻出他一箩筐关于未来的大胆想象。比方说在某一集的剧情里，他把镜头快转到了遥远的2051年，画面中剧里的角色竟然已经搬到了火星上生活。而如今现实世界里确实有人正大张旗鼓地喊着要把人类送上那颗红色星球。又比方说他画过一位女性，在那位地产大亨总统之后接掌了白宫的最高权位，成了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他甚至还预言过会飞的汽车终将普及，古老的大笨钟有一天会变成数位显示，而世界上最顶尖的那批富豪将会躲进海底的豪宅里避世。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桥段，如今再回头看，有些竟然真的正一点一点地朝着现实逼近。事实上，这些年来被网友从辛普森的旧片里翻找出来的所谓神预言早就多到数不清。有人说他画出过某种席卷全球的病毒风暴，有人说他预示过科技公司的兴衰起落，甚至连某些体育赛事的冠军，某些名人的命运转折都被人言之凿凿地跟剧里的某个画面对上号。久而久之，这只黄皮肤的卡通在无数网友的心里几乎已经从一部单纯的喜剧摇身一变成了一本被加密过的藏着未来密码的奇书。每当世界上有什么风吹草动，总会有人第一时间跑去翻一翻他的旧账，看看里头是不是早就埋下了什么线索。当然，这个说法一传出来，立刻就有一大批头脑冷静的人跳出来泼冷水。他们翻出最原始的剧集资料，明确指出那一集的名字叫做卡带家庭，是一段年代相当久远的老故事了。剧情里那场所谓的足球赛，从头到尾根本就只是电视机里一闪而过的一段广告画面，纯粹是编剧随手安排的一个小桥段而已。在整段动画里压根就没有提到过任何一个年份，更没有出现过世界杯这3个字。换句话说，所谓的神准预言很可能只是后来的人们把一段毫不相关的旧画面硬生生地套上了今天这个剧本。可是话又说回来，这恰恰就是辛普森这个传说最迷人也最让人夜里睡不安稳的地方。明明每一次几乎都能被人证明是穿凿附会，是事后诸葛，可偏偏总有那么几次，等事情真的发生了，再回过头去看那段旧画面，又真的会莫名其妙的严丝合缝的对上。于是不管理智上信还是不信，每当有新的世界大事即将上演，全世界的人还是会忍不住跑去翻一翻这只黄皮肤卡通的旧账。而如果说辛普森那一段还只是把焦点放在谁输谁赢这种层面，那接下来这位巴西通灵人嘴里说出来的事可就完全是另一个量级的故事了。
这位通灵人在巴西的名气大到吓人，光是社群平台上的追踪者就多达2340万人。就在世界杯正式开打前不久，他在一场深夜的直播里，神情无比惊恐地描述了自己反反复复梦见的同一幕场景。他说，他清清楚楚地看见，在6月24日，在美国迈阿密的一场比赛当中，天空中会出现巨大的不明飞行物。他说的绘声绘影，仿佛亲身经历了一般。他说自己感觉被一股力量吸进了一艘飞船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场上奔跑的球员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带离了地面。紧接着，一艘体积更加庞大的母船缓缓降临，把球场外成千上万的观众也一并卷了上去。他说，当时的现场到处都是尖叫，是哭喊，是绝望的求救声。他说自己被吓得魂飞魄散，因为这已经是他第2次梦见一模一样的画面了。而梦里那个声音明确告诉他，就在6月24日这天，会有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据说被带走的人数多达700人。他还补充说，在梦里，那艘飞船散发着一种冰冷的金属光泽，巨大的阴影把整片天空都遮蔽了起来。原本明亮的球场瞬间陷入一片诡异的昏暗。他说，他甚至能清楚地感觉到那种被一股无形力量紧紧攫住、双脚离地的恐惧。他反复强调，这个梦实在太过真实，真实到让他每次从梦中惊醒，都还久久无法回过神来。也正因为这份难以言喻的真实感，他才会选择在镜头前面把这一切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听起来像不像一部好莱坞科幻灾难片的开场？可诡异的地方就在于，他说的这番话很快的就跟另一位早已过世多年的传奇预言家搭上了线。这位预言家，相信经常关注这类话题的朋友，没有人会对他感到陌生。他就是那位被称作巴尔干半岛的诺斯特拉达姆斯的盲眼婆婆万加。她生前双目失明，却被全世界无数的信徒奉为能洞见未来的先知。他在1996年离开了人世，享年85岁。但关于他的种种预言，将近30年来却始终没有从人们的口中淡去。据说他从小就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失去了视力。可诡异的是，自从那双眼睛看不见之后，他仿佛反而打开了另一扇能够望向未来的窗。在他漫长的一生里，无数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了听他说上几句关于命运的只字片语。有政要，有名流，也有平凡的市井小民。而他口中那些预言，据说有不少在后来的岁月里一地成为了现实。据说万家生前留下过一长串对未来的预示，从某场震惊全球的恐怖攻击，到一位英国王妃的骤然离世，从一艘潜舰的沉没，到一位美国总统的当选。这些被信徒们津津乐道的命中，让他的名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而根据流传甚广的说法，他早早就预言过，人类将会在今年第一次跟来自外太空的访客正面接触。传言说，他看见一艘庞大无比的外星飞船会在今年的11月前后闯进地球的大气层。只是他并没有把话说得太清楚，这些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抱着善意还是恶意，飞越了茫茫星海，来到我们的面前。你看，一边是巴西的通灵人梦见世界杯的球场上空出现了不明飞行物，一边是万家婆婆预告今年人类就会遭遇外星人。这两段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预言，就这样被热心的网友硬生生地接在了一起。再加上这阵子网络上又开始流传起某些政坛人物跟神秘人影同框的模糊照片，于是各式各样天马行空的猜测瞬间一发不可收拾。当然，我们还是得实话实说，关于万家的种种传说其实藏着一个很大的破绽，那就是他本人生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白纸黑字的文字记录。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预言，绝大多数都是后来的信徒或是更晚的转述者一层又一层慢慢加上去的。许多曾经亲近过他的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有很多被挂在他名下的预言他本人根本就从来没有说过。但这一点丝毫不妨碍他的名字
在今年被人们反复的提起，因为除了外星人，它被传出来的今年预言几乎条条都对应着当下这个让人焦虑不安的世界。有人说，他预言今年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会有撼动全球的天灾，会有地震、火山爆发，跟极端的气候灾害，还会有重创世界各国的经济动荡，甚至还隐隐指向某种更大规模的战争阴影。当这些字眼碰上现实里确实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自然就让不少人心头猛地一紧。而无独有偶，就在万家的预言被翻炒的同时，另一位西方的占星师也丢出了一段同样让人不安的话。他说，今年将会是世界地图被重新改写的一年。他认为，因为某些地区持续延烧的冲突，原本我们熟悉的那些国界线很可能在今年突然之间变得不再一样。一个人这么说，或许是危言耸听，可当好几位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不约而同的都在描述一幅动荡不安的图景时，那种感觉就变得格外微妙了。他们的说法虽然听起来都带着几分模糊跟玄妙，可放在今天这个现实的背景下，却又莫名的让人无法完全一笑置之。毕竟，这个世界确实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关口，旧有的秩序似乎正在松动，新的格局却又还没有完全成型。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任何关于巨变的预言都特别容易拨动人们心底那根最敏感的弦。说到动荡，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位这个频道的老朋友帕克。关于帕克，老观众都熟，我就不再多做介绍了。我这里只说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就在不久之前，中东的局势突然之间急转直下，一连串的攻击让那位执掌伊朗多年的最高领袖以及一大批军政高层相继殒命，连带着伊朗的好几处核设施也遭到了精准无比的打击。而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帕克竟然早在更久之前就隐隐约约地提过类似的走向。他说，他感觉会看见针对伊朗领导层以及剩余核设施的精准攻击，还说这场冲突会迅速的升温，然后又戛然而止。这一回的应验再一次把帕克狠狠地推上了风口浪尖。而更让人坐立难安的是，他在好几年前出版的一本书里就曾经留下过一个专门关于日本的预言。他说，他感觉在今年的8月，日本的上空可能会笼罩起一片足以致命的有毒气体云。除此之外，他还曾经警告过，今年可能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事件，足以重重冲击到加密货币以及人工智慧相关的整个市场。不止如此，他跟身边一些朋友的解读还指出，从去年年底开始，往后好几年，全球的战火跟灾难恐怕都会一年比一年更剧烈，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把人类一步步推向某种考验。这些年来，帕克的名字总是跟一次又一次的应验紧紧绑在一起。每当他释出一段新的预示，总会引来成千上万的关注。有人把他奉为当代最准的预言家之一，也有人质疑他不过是把那些原本就山雨欲来的局势用一种模糊的语言重新描述了一遍。可不管外界怎么评价，那本早就出版的书里白纸黑字写下的那些关于今年的文字，如今读来确实让不少人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而另一位常跟帕克同台对谈的老朋友阿南德，这几年同样声名大噪，名气响彻全球。他也是我们频道的常客，我同样点到为止，不多做介绍。据说他过去那些最重要的预测命中的准确率高得惊人，几乎达到了9成8。今年他所释出的预言同样一点都不轻松。他谈到今年很可能会出现极端的天灾，他谈到环太平洋的火山地震带一带潜藏着发生超级强震的巨大风险，他谈到黄金的价格未来甚至有可能往上翻好几倍。他甚至还郑重预警，人类如果过度依赖人工智慧，那些被我们亲手创造出来的智慧恐怕会招来某种意想不到的反噬。他特别反复强调，今年当中有那么几个特定的月份是格外需要提高警觉的高风险时段。关于阿南德，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是他年纪轻轻就接连说中了好几桩震惊世界的大事。也正因为如此，每当他开口谈论未来，总会牵动无数人的神经。今年他口中那些关于天灾、关于地震、关于金价、关于人工智慧的种种预警，被一条一条的整理出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有人深信不疑，把那几个被他点名的月份仔仔细细地记在心上，也有人冷眼旁观，觉得不过是又一场危言耸听。可无论如何，他的这些话确实在这个本就动荡的年头里，又添上了一笔让人难以忽视的不安。而就在这一片预言的喧嚣里，还有一位通灵人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世界杯本身。这位巴西通灵人给自己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号，叫做活着的诺斯特拉达姆斯。他今年39岁，这些年靠着声称自己提前看见了好几桩世界大事，累积了大批的追随者。他说他早就预见了那场席卷全球的大瘟疫，预见了东欧那场至今未歇的战争，预见了某位英国女王的离世，甚至连上一届世界杯最后是由哪两支队伍会师决赛，他都声称自己料中了。靠着这一连串听起来相当唬人的命中记录，他在网络上吸引了一大票死忠的追随者。每当世界上有什么大事发生，总会有人跑去翻他过往的说法，看看他是不是早就提过。当然，质疑他的人也从来不少。有人仔细比对过他那些所谓的预言，发现他们大多说的相当含糊，怎么解读都行。可即便如此，他的名气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随着一次又一次被拿出来讨论，越滚越大。而这一回，面对眼前这届世界杯，他给出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说法。他说他在冥想中看见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队名，而是一片浓烈的色彩。在他的描述里，红色跟橘色这两种仿佛火焰一般的颜色会牢牢占据着最后胜利者的身影。于是他列出了一份名单，把那些球衣以红色或橘色为主色调的队伍全都圈了进来，足足有7支之多，其中包括了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英格兰、法国、荷兰，还有阿根廷。他说这些被火焰之色加持的队伍最有机会在这场庞大的厮杀中笑到最后。当然，你或许会说，这种靠颜色来预测冠军的方法听起来实在太不靠谱了。没错，连他自己都承认，他靠的不是什么数据分析，而纯粹是一种强烈的直觉。可有趣的是，他点名的那几支球队，恰恰也都是博彩公司跟专业分析师眼中本来就被看好的夺冠热门，这就让他的预言显得格外扑朔迷离了。到底是他真的看见了什么，还是只是把大家都知道的热门重新包装了一遍呢？而且仔细想想，这种预测的方式其实藏着一个很巧妙的玄机。世界杯的夺冠热门本来就那么几支，把球衣颜色鲜艳的队伍几乎一网打尽的全圈进来，那么无论最后是谁捧杯，他都有极大的几率可以声称自己早就料中。这就是许多预言之所以听起来那么神准的一个共通的秘密。把话说得越是模糊，越是宽泛，事后能够对上的空间自然也就越大。说到活着的诺斯特拉达姆斯，那就不能不提那位真正的诺斯特拉达姆斯了。这位几百年前的法国先知留下的那些隐晦难解的诗句，几百年来一直被后人反复地拿出来套在每一个动荡的年代上。而今年又有人从他那些古老的诗句里解读出了让人心惊的讯息，说是西方世界恐将在今年陷入某种沉默的黑暗，甚至还隐隐指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当然，这些解读向来是1000个人眼里有1000种版本，信不信全看你自己。把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全都收拢到一起，你会发现，他们虽然各说各话，焦点却出奇的一致。有人盯着天上的星象，有人盯着古老的诗句，有人盯着梦里的画面，可到了最后，几乎所有的指针都隐隐约约地朝着今年这个夏天偏了过去。而在这个夏天当中，又有那么几个被反复提及的时间点，像是被人用红笔重重地圈了起来。其中最受瞩目的无疑就是6月底的那2天。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把这些原本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预言，一条一条的收拢起来，整整齐齐的摆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时候，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轮廓，竟然慢慢的浮现了出来。日本的占星师圈出了6月底那2个被星象标记的危险日子。辛普森的旧画面把所有人的焦点对准了今年世界杯的赛场。巴西的通灵人梦见了球场上空那架不祥的不明飞行物。盲眼的万家预告了今年的外星接触跟全球的动荡。西方的占星师预言着世界地图即将被重新改写。帕克严重了中东的巨变，又警告着日本的灾厄。阿南德点明了今年某些月份里暗藏的凶险，而那位活着的诺斯特拉达姆斯则干脆把预言的舞台直接搬到了世界杯的草皮上。这些人分属完全不同的国家，使用着截然不同的方法。有人靠的是梦境，有人靠的是星盘，有人靠的是所谓的灵视，有人靠的是古老的诗句。照理说，他们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任何串通的可能，可偏偏他们手中那一支支预言的箭头，到最后竟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今年这个夏天，落在了这场聚集全人类目光的世界杯身上。这种感觉就好像全世界的占卜水晶球在同一个瞬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亮起了红灯。理智告诉我们，这很可能不过是一场巧合。毕竟在这么多预言家，这么多五花八门的说法当中，总会有那么几条碰巧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可情感上，当你亲眼看着这些线索一条一条的汇聚，最后指向同一个地方，那份油然而生的悸动跟不安，却又是那么的真实，那么地难以摆脱。于是一种说法开始在网络上像野火一样疯传。他们说，这一届的世界杯恐怕已经不只是一场单纯的足球赛了，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引爆点，一个让所有不安的能量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集中释放出来的总开关。在这些人绘声绘影的描述里，这场原本应该属于欢呼跟眼泪的盛宴，正一步一步的被渲染成一场可能席卷全球的巨大风暴。这种说法之所以这么有市场，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你想想看，当一件事情本身就已经足够庞大，足够引人注目，那么任何跟它扯上关系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好几倍。世界杯正是这样一个天生就自带巨大声量的舞台，在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哪怕只是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足以在顷刻之间传遍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于是那些原本或许无人问津的预言，一旦跟世界杯绑在了一起，便瞬间拥有了病毒般的传播力。人们一传十，十传百，那份原本只属于少数人的不安，就这样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扩散了开来。听到这里，我必须非常非常认真地按下一个暂停键，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这段话，才是我今天最想跟你说的。我们今天把这些预言一个一个摊开来聊，并不是为了要吓唬你，更绝对不是要你真的躲在家里，从此不敢出门。恰恰相反，如果你愿意真正冷静下来，仔细看看这些预言背后的底细，你会发现他们几乎每一个都站在一个非常非常难以站稳的地方。万家婆婆的那些话没有留下任何一份可靠的原始文字佐证，那段辛普森的画面早就被反复证实，从来没有提过世界杯。那位巴西通灵人口中那架巨大的飞碟，到目前为止也始终只是停留在他一个人的梦境里。那位活着的诺斯特拉达姆斯靠颜色算出来的冠军，更像是一种事后怎么说都对的万能话术。就连那些被吹捧的神乎其神，动不动就9成8的命中率，背后往往也藏着一种我们很熟悉的把戏，那就是说中了就大书特书到处宣扬，没说中就悄悄地略过，当作什么都没发生。换句话说，这些故事之所以听起来那么准那么神，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实在太擅长在事后把那些零零散散的碎片硬是拼凑成一个我们内心深处最想看见的形状。心理学上其实早就有人研究过这种现象。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一台寻找规律的机器，它最害怕的
就是毫无意义的混乱。所以，每当面对一堆杂乱无章的讯息，他总会忍不住想要从里头整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编织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哪怕那些讯息之间原本根本就毫无关联，预言之所以能够流传，靠的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大脑的这个特性。我们会自动的去记住那些说中了的部分，然后不知不觉的把那些没说中的通通抛到脑后。久而久之，在我们的记忆里，那些预言自然也就变得越来越神，越来越准了。那为什么明明心里多少都清楚，这些东西大多并不可靠，全世界却还是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乐此不疲的去追逐这些预言呢？我想，答案或许就藏在我们此刻所身处的这个世界里。当现实本身就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当打开新闻，每一天看到的都是冲突，是天灾，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坏消息，人心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寻找一个可以紧紧抓住的东西，哪怕那只是一个未经任何证实的预言，至少它给了我们一种错觉，仿佛这一切的混乱是有迹可循的，仿佛那个未知的明天是可以被预先看见的。预言之所以动人，往往不是因为它真的准，而是因为它替我们说出了那句藏在心底深处怎么也说不出口的不安。你仔细想想，从古至今，人类为什么会这么着迷于预言？说穿了，是因为我们对未知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我们害怕那些我们无法掌控、无法预测的东西，而预言恰恰给了我们一种虚幻的掌控感，仿佛只要提前知道了结局，我们就能多做一点准备，多一分从容。从远古时代，人们仰望星空，试图从星辰的排列里读出上天的旨意，到今天，我们守在荧幕前，追逐着一个又一个关于明天的说法，这份心情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改变的只是预言被包装的方式而已。所以6月28日跟6月29日到底会不会真的发生什么？说句最老实的话，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给你打包票，但比起恐惧，我更愿意这样去看待它。那2天，与其说是某种命中注定的灾难之日，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面镜子，一面照出我们这个时代集体焦虑的镜子。在那2天，全世界会有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同一片绿茵场，而负责安全的那些人们也早已为了这样的超级场合做足了万全的准备，绷紧了身上每一根神经。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在这类万众瞩目的超级盛事上，真正酿成大祸的几率其实低得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如果你问我的建议，我会诚心地告诉你，请带着一份好奇，而不是一份恐惧去迎接那2天的到来。你大可以打开电视，舒舒服服地看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顺便也留意一下那些被预言家们用红笔圈起来的日子，到最后究竟是平平安安的落幕，还是真的有什么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上演。无论最终的结果是哪一种，这都会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因为说到底，预言这个东西，它最大的价值从来都不是告诉我们未来就一定会变成什么样子，它真正的价值是逼着我们去想一想，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到来，我们会希望那时候的自己是慌慌张张、乱了方寸的那一个，还是头脑清醒、沉着镇定的那一个？与其把宝贵的精神浪费在无止境的恐慌跟忧虑上，倒不如把它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比方说，好好的珍惜眼前的每一天，好好的陪伴在你所爱的人身边。比方说，趁着这个全世界都为之疯狂的夏天，放松一下紧绷已久的心情，跟3、5好友一起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尽情的呐喊一回。毕竟无论那些预言最后是真是假，生活终究还是要继续往前。而真正能够定义我们人生的，从来都不是那些尚未发生，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灾难，而是我们此时此刻脚踏实地、认认真真活着的每一个当下。天上的星星依旧照常运转，球场上的比赛依旧照常开踢，而我们所要做的，其实不过就是
睁大自己的眼睛，平静地看着这个注定不平凡的夏天，一天又一天的慢慢走下去。今天我们要聊一艘船，一艘没有人见过，却几乎人人都听过的船。它没有甲板，没有汽笛，没有救生艇。它在古老的传说里有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名字，叫做黄泉客轮。据说它每隔一段年月就会悄无声息地驶进人间的港口，停靠在你我看不见的码头，然后在某个雾气浓重的清晨拉响只有王者才听得见的铃声，带走一批又一批早已订好票却浑然不知的旅客。他从不挑剔身份，不论你富贵或贫寒，年轻或年迈，只要他的名单上写着你的名字，那一程你就非走不可。而现在有一个自称来自2058年的女人，正隔着将近30年的时光对我们大声喊话。她说，这艘船已经买好了票，排定了航班，就要在2026年最后的这7个月里再一次无声的靠岸。她说的这个时间点，距离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此刻可能只剩下短短的几个月。问题是，这一次他要带走的人会不会就坐在你我身边？会不会就是正在荧幕前喝着一口热茶的你？而那个放出这道警告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国分玲。相信很多人这几个月一定都在网络上反复刷到过她的身影。整件事的引爆点要从2026年2月那个让全球社群一夜疯狂的凌晨说起。那一天是2月24日，时间精准地停在凌晨3点17分。一个已经沉寂了将近5年，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账号毫无预兆地突然亮了。系统的登录记录清清楚楚地显示，这次登录来自日本东京本土。他没有发出任何一句话，没有留下任何一张图片，整个账号只在线上停留了短短17秒，然后就像一缕青烟，再度熄灭在数位世界的深处。可就是这17秒，像一根烧红的火柴，被丢进了堆满干草的谷仓。一夜之间，关于他的解析影片在世界各大平台像野火般窜烧，累积的播放次数突破了惊人的20亿。从日本到台湾，从欧美到东南亚，无数人连夜翻出他5年前的旧文，一条一条的对照，越看越是手脚冰凉，越看越是头皮发麻。因为这个女人正是当年那个让整个日本乃至整个华语世界都为之震动的自称从2058年回到过去的未来人。他当年消失前曾留下最后一句沉甸甸的承诺，说自己会在2026年9月26日再一次回到这个时代，补上关于人类未来10年的所有答案。而那一天正是我们现在翘首以盼，心里却又隐隐发怵的日子。要看懂这场横跨5年的大戏，我们得先把时间倒回到一切的起点。2019年的12月，当时在日本一个匿名的网络讨论区里，悄悄冒出了一个自称来自2058年的人。他说自己本名国分玲，生于2034年，在2058年的时候是一所国立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他讲了一个听起来活脱脱像科幻小说的故事。他说他并不是孤身一人胡乱穿越时空的，而是参与了一个由来自日本与中国的13名研究生共同组成的秘密团队。他们呕心沥血，合力打造出了一台能够进行时空转换的装置。而他之所以会被选中，成为那个回到过去的人，原因既现实，又巧妙地让人拍案。因为他知道自己那位已经过世的父亲生前的银行账户。换句话说，这个团队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把资金跨越漫长时间运送过去的人。他们要在过去埋下一笔财富的种子，再等到遥远的2058年取出收割，用来支撑这个耗资庞大的研究计划。而国分玲就是那个被命运选中的跨越时空的汇款员。这个开头如果仅仅只是这样，那他和网络上千千万万个信口开河的吹牛者没有任何区别，顶多博君一笑，隔天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真正让所有人猛地闭上嘴，开始正襟危坐盯着他看的是接下来陆续发生的那些事。他在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他的时候，就甩出了一连串具体的预言，而这些预言竟然一个接着一个精准地成真了。他说，东京奥运会地主国日本将会拿下27面金牌。后来奥运落幕，
日本的金牌总数不多不少，正好就是27面。他说，2020年的3月，全球的股市会因为一场席卷而来的疫情而暴跌，日本的日经指数会应声崩盘。后来新冠疫情吞没了整个地球，那年3月的那场股灾，至今仍是许多投资人午夜梦回时的噩梦。他说，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辞去职务，而接替他上台的人会是菅义伟。后来安倍果然以健康因素为由请辞下台，接棒的正是菅义伟。他甚至大胆地说出了一个极其具体的日期，他预言东京奥运会将会延期，最终会在2021年7月23日举行。而那场因为疫情硬生生延后了1整年的奥运会盛大开幕的那一天，分毫不差，正是7月23日。你能想象当年那些网友一条一条翻看这些被精准命中的旧闻时，是怎样一种毛骨悚然的心情吗？一条两条也许可以说是巧合，可当这么多精准到日期、精准到数字的预言，层层叠叠的一字排开摆在你面前时，那种仿佛被冰水从头浇下的真实感，会让任何一个再怎么铁齿的人都忍不住开始动摇。于是国分玲的名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快，他的追踪人数一路飙升到数十万，就连华语圈最顶尖的知识型频道都专门制作了影片来讨论他这个现象级的人物，把他拿来和那位同样神准的印度神童相提并论，称他是这个时代最不可思议的未来人。一时之间，全世界都在私下交头接耳，讨论着同一个让人寝食难安的问题：他会不会真的是真的？而真正让他的传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断被人重新挖出来反复讨论的是日本这片土地，仿佛真的应验了他口中那句轻描淡写的一些大事竟接二连三地被一桩又一桩巨大的意外所笼罩。2022年的那个夏天，那位早已卸任多年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的街头发表助选演说时，竟当众遭到枪击，尽管被紧急送医抢救，最终仍旧回天乏术，不治身亡。消息一出，举国为之哗然，全世界都受到震动。而紧接着没过多久，又传来了知名漫画家高桥和希骤然离世的噩耗，一桩接着一桩的震撼头条，像一波又一波的潮水，狠狠拍打着每一个日本人，乃至每一个关注日本的人的神经。于是，每当又有一件大事猝不及防的爆发，人们就会像被什么牵引着一样，下意识地再一次冲回国分玲那个账号的底下，瞪大了眼睛反复翻找，心里只盘旋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这些他到底有没有早就预见到？也正是这种一次又一次的回流与重温，让他的名字硬生生的在无数人的记忆里被反复的擦亮，再擦亮，最终烧成了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符号。而要真正看懂这一场席卷全球的集体着迷，我们还得低下头来认识3个悄悄藏在我们每一个人脑袋里的小机关。第一个机关叫做后见之明的偏误，它的意思是说，当一件事情真的发生了之后，我们的大脑会强烈的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我其实早就知道会变成这样。于是那些事前看起来明明模棱两可的说法，在结果揭晓的那一刻，瞬间就被我们脑补成了无比精准的神谕。第二个机关叫做巴纳姆效应，它指的是当一段描述足够笼统、足够开放时，几乎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会由衷的觉得，这说的可不就是我吗？街头巷尾那些算命摊子赖以为生的，靠的正是这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话术。第三个机关则叫做确认偏误，我们的大脑会死死地记住那寥寥几条惊人的命中了的预言，把它们当成宝贝反复把玩，却会不知不觉地自动忽略掉它们背后那一大堆悄无声息的落空，从来无人问津的失败。当这3个机关在同一个夜里一起轰隆隆地开始运转，一个原本再平庸不过的网络账号就会在我们自己的脑海里被我们亲手一刀一刀地雕刻成一座金光闪闪的名叫神准的祭坛。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们愚蠢，恰恰相反，这只是因为我们都是有血有肉，会害怕也会期待的人。其实在人类匿名的网络历史上，国分玲并不是第一个自称来自未来的人。
早在20多年前的2000年到2001年之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网络论坛上，就曾出现过一位震动世界的传奇人物。他自称是来自2036年的军人，化名约翰·提托。他描述了一个被战争与动荡撕裂的未来世界，留下了一堆似是而非的预言，然后同样神秘的消失，从此再无音讯，成为网络世界一个永恒的谜。从那位2036年的军人到今天这位2058年的建筑系研究生，你会发现未来人这个都市传说几乎成了人类在每一个焦虑时代都会自发长出来的一种精神产物。而日本那些高度匿名的讨论区文化更是这类传说最肥沃的温床。在那里，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身份负责，一个足够精彩、足够缜密的故事就能在一夜之间长出翅膀，飞遍全世界。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再回头看国分灵，心里或许就能多一分清醒。这不是孤立，而是一个源远流长、反复上演的剧本。只是这一次，这位主角的剧本写得格外逼真。除了这些令人胆寒的命中，国分灵还顺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2058年的世界图景，而这幅图景恰恰是让许多人深深着迷的另一个原因。他说，在那个年代已经有了会飞的汽车，但并不是满天乱飞的混乱景象，而是仅仅被应用在救护车、消防车这一类紧急车辆上，或者用于岛屿与岛屿之间的快速运输。他说，未来虽然已经没有了我们今天熟悉的这种手机，但有一种功能类似的通讯装置，做得更薄更小，薄的就像一张信用卡。他甚至细致地描述了未来的马桶，说那是一种能在你居家如厕时，顺便就帮你检测粪便健康状况，再自动把资料通知给你家庭医生的智慧装置。这些细节琐碎的近乎无聊，可正是这种无聊，反而让很多人觉得格外真实。因为一个单纯只想骗人博取流量的人，又何必费尽心思去编造一个马桶的功能呢？这种看似多余的真实感，正是整个故事最迷人也最危险的钩子。更让人坐立难安的是他对未来世界格局那几句语焉不详却又意味深长的描述。他隐约提到，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东亚的政治版图会发生剧烈的变动。他谈到了一些关于大型企业、关于经济干预、关于民主化浪潮在幕后悄然涌动的片段，甚至隐晦地提及，在2039年前后会出现一场足以改变一切的巨变。他的说法支离破碎，东一块西一块，像极了一个人努力回忆很久很久以前读过的历史课本，记得大概的走向与轮廓，却怎么也说不清具体的细节与来龙去脉。这些话在当年没有任何人能够验证，放到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点依旧无法验证。但也正因为无法验证，它才像一根极细的刺，轻轻地扎进每一个关心这片土地命运的人心里，不疼，却时时刻刻提醒着它的存在。我们今天不去深究这部分内容的真假对错，但我们必须承认，正是这种对宏大历史的暗示，让国分灵的形象从一个单纯算命的悄悄地升级成了一个仿佛握有人类整本剧本的执笔者。然后就在所有人都对他深信不疑，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奉为圭臬的时候，他毫无征兆地消失了。2021年9月26日，他发出了最后一篇公开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平静地写道，这一天是他能够停留在这个时空的最后一天，他必须要返回2058年了。他没有哭天抢地，没有依依不舍，只是淡淡的预告自己将会在整整5年之后，也就是2026年9月26日再一次归来。到那个时候，他会把关于人类未来10年的所有答案一次性的全部补齐。说完这句话，这个曾经搅动了全球舆论的账号就此沉入了一片长达5年的死寂。而在这漫长的5年里，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亲身经历过战争、疫情、通货膨胀、能源危机，一场接着一场，从来不曾停歇。可那个曾经仿佛预言过这一切的女人，却像是从来不曾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再无半点声息。直到2026年2月那个寒冷的凌晨，那短短的17秒，才像一道闪电，把所有人尘封已久的记忆瞬间轰然引爆。那几天，整个网络世界几乎陷入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集体癫狂，有人不眠不休，
一帧一帧地去反复分析那17秒登入里的每一个细节。有人翻出了世界地图，一脸认真地计算着东京的凌晨3点17分，在2058年那个遥远的未来，究竟对应着一个什么样的时刻？是出发还是抵达？又有人把这串数字拿去和他过往所有的贴文一一比对，试图从中破译出某种隐藏的密码或暗示。短短几天之内，这场原本只在小众论坛里悄悄发酵的骚动，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轰然冲进了所有人的主流视野。它从专业的科技讨论区出发，一路汹涌地蔓延到各家各户的街，蔓延到公司的茶水间，蔓延到街头巷尾每一场看似无聊的闲聊。那累积突破20亿次的惊人播放量，背后意味着的是这颗星球上几乎每4-5个人里，可能就有一个人曾经为了这短短的17秒停下了手边正在忙碌的事，发自内心的认真惊讶过，也讨论过。一个整整沉默了5年的账号，仅仅凭借着无声的亮起17秒，就搅动了整个地球的神经。光是这一件事本身，无论它最终被证明是真是假，都已经足够被重重的皮写进网络世界的史册里了。而这里恰恰藏着一个我们很容易忽略却又格外危险的陷阱。当你亲眼看到一个说法已经累积了20亿次的点阅，当你发现身边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认真地谈论着同一件事的时候，你的内心深处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个念头：这么多人都在说，这么多人都在信，那它恐怕不会是假的吧？这种感觉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叫做从众，又或者说社会认同。我们本就是群居的动物，在漫长的演化岁月里，跟随大多数人的选择往往就意味着更安全，于是我们的大脑几乎是天生地就倾向于把人多直接等同于正确。可你只要稍微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就会立刻发现，一件事情被多少人转发，被多少人讨论，和这件事情本身到底是真是假，根本就是两码子事。那20亿次的点阅，它真正能够证明的从来都不是国分零到底说对了什么，它能证明的仅仅只是这个故事本身实在是太精彩，太能撩动人心了。一个谎言只要编得够动听，它跑遍全世界的速度往往比真相穿好鞋子还要快得多。所以下一次，当你又因为一件事情实在太多人在谈论而开始隐隐动摇的时候，请务必轻轻地提醒自己一句：热闹从来都不等于真相。而真正让事情从一场集体的怀旧彻底演变成一场全球性恐慌的，是那次17秒登入之后的第3天。2026年2月27日，在日本的技术论坛上，悄然流出了一张据称是有人从伺服器的缓冲区里硬生生扒出来的截图。如果这张截图是真的，那它的意义就太过可怕了，因为它显示国分零在那短短的17秒里并不是什么都没做。他写下了一篇贴文，但他把这篇贴文设成了仅限自己可见，所以在当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看到它的内容。可偏偏这篇本该被牢牢锁在私密世界里的草稿，被人从伺服器的暂存资料中给挖了出来，暴晒在所有人眼前。而这篇草稿的内容正是他当年承诺要补上的那份横跨2026年到2035年整整10年的未来大预言。想想看，一篇连发布者本人都打算藏起来的私密草稿却被公诸于世，这种感觉本身就带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与宿命感。接下来我们就要一条一条把这份让全球无数人彻夜难眠的清单摊开在阳光底下细细拆解。不过在我们动手之前，有一件事必须先重重地说在前头。这张在网络上疯传的截图，从它出现的第1秒起就从来不是什么铁证，质疑的声浪几乎和惊叹的声浪一样大。你仔细想想，要从一个伺服器的暂存缓冲区里把一篇设成仅限本人可见的私密草稿完完整整地挖出来，这在技术上本身就疑点重重。而更关键的是，我们早已身处在一个修图软体和生成工具唾手可得的年代，单单一张截图的可信度早就被稀释到几乎为零，再加上一篇本该被作者牢牢藏起的私密草稿，
偏偏就这么巧地外露了出来，内容又写得如此耸动，如此具有戏剧张力，每一个环节都刚刚好踩在最能引爆话题的那个点上。这一切到底是命运不可思议的安排，还是一场被精心设计过的演出？所以接下来我要为你一条一条拆解的这份清单，请你务必先在心里替它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冷静地分析一个故事，而不是虔诚地背诵一份来自未来的判决书。清单上的第一条指向了俄乌战争，他在草稿里写下了一个精确到让人发毛的日期。他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会在2027年3月17日正式签署停火协议，而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和平协议则要一直等到2035年才会最终落笔。请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说法里微妙的层次。我们把镜头拉回到你我此刻所身处的2026年年中，你会惊讶地发现，这场已经打了好几年的惨烈战争，这段时间以来确实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就在2026年的春天，交战的双方曾在复活节前后达成过一次只有30多个小时的短暂停火。到了5月，又在胜利日纪念活动前后，在外部势力的居中调停之下，宣布了一次为期几天的停火。连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先后对外放出话来，暗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许正在缓缓走向终点。然而，这些停火全都只是昙花一现的人道喘息罢了。炮火在所谓的停火期间依旧零星作响，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率先违约。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全面停火协议，至今连一个字都没有真正签下。换句话说，国分零的这条预言并没有说现在就会停，他说的是2027年的3月，这就形成了一种无比折磨人的悬念。眼前的局势明明正在朝着他所说的方向一寸一寸的滑动，却又迟迟没有真正抵达他画下的那个终点。我们究竟是正走在他预言好的轨道上，还是只是被一连串看似关联的巧合牵着鼻子在走？这个答案恐怕要等到明年的春天才会真正揭晓。而清单上真正让全球倒抽一口凉气的是第2条，也就是让那艘皇权客轮得以启动的真正引擎。他在草稿里写道，2026年的12月，全球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呼吸道病毒，而这种病毒的传播力是当年那场新冠的整整3倍。他接着补上了一句，说这场新的疫情会在2027年的6月得到控制。你发现了吗？这个时间点正是这支影片的标题里那个让人心头一紧的关键。从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此刻到2026年的年底，恰恰就是这最后的7个月。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这7个月就是皇权客轮缓缓驶入我们寻常生活的整段航程，而他要带走的可能就是毫无防备的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传播力3倍于新冠，这个冷冰冰的数字一旦成真，意味着的就不只是又一次的封城，又一次的抢购口罩，而是一场规模可能更加庞大，蔓延可能更加迅猛的全球风暴。回想一下当年那场疫情是如何彻底的、不可逆地改写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学业与生活，再把那种铺天盖地的冲击乘上3倍，你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短短一行字会让那20亿次点阅背后的无数人半夜睁着眼睛怎么也睡不着。可是我必须在这里重重地踩下一脚刹车，请你和我一起冷静地把这条预言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传染病学界其实有一个近乎共识的观点，那就是下一场全球大流行从来不是会不会来的问题，而仅仅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从各种变异的禽流感到层出不穷的新型冠状病毒，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专家年复一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我们发出警告。他们一致认为，一场新的全球疫情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只是没有任何人能说准它究竟会降临在哪一年哪一月。所以你只要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就会发现预言一场未来必将爆发的新疫情这件事本身的命中难度其实远远低于预言一个精确的奥运金牌数。把一件本来就有极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安上一个具体的月份，再配上一个耸人听闻的倍数，它听起来就会显得无比精准，无比骇人。我这样说绝对不是要你掉以轻心，恰恰相反，无论这个预言最终是真是假，
做好个人的卫生防护，在家里常备一些必要的物资，密切关注官方权威发布的卫生资讯，这些本来就是任何一个理性的现代人应该常年放在心上的功课。我们可以警惕病毒，但我们真的不必为了一张来路不明的网络截图而陷入无谓的恐慌，守住理性才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疫苗。这份害人的清单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第3条，他把矛头指向了我们每个人的钱包。他预言2028年全球将会爆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而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国债的违约风险，将会动摇整个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结算体系。第4条，画风陡然一转，飞向了浩瀚的外太空。他说2029年的4月，美国太空总署的火星探测器将会发现远古微生物的化石。换句话说，人类将首次找到地球以外曾经存在过生命的铁证。而第5条则重新把我们的目光狠狠地拉回脚下这颗星球的剧烈震颤。他预言2028年的11月，美国黄石公园地底下那座沉睡已久的超级火山将会出现大规模的地质移动，而它真正喷发的几率到了2030年将会高达 78%。 你看，从欧亚大陆上熊熊燃烧的战火，到席卷全球的瘟疫，到崩塌瓦解的金融体系，再到火星上沉睡的远古生命，以及足以瞬间改变整个地球气候的超级火山，这份清单的野心大得惊人。它几乎是把人类在未来10年可能会面对的所有终极恐惧全都打包塞进了那短短的几行字里。可是如果你愿意像我一样把后面这3条也逐一翻过来摊在灯光底下细看，你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全都散发着一股和前面如出一辙的既视感。先说那场被安排在2028年的金融危机。说句实话，关于美国国债债务上限的攻防以及美元霸权会不会崩塌的警告，几乎每隔1-2年就会在全球的财经新闻上轮番上演一次。这早就是个被反复讨论了几十年的老话题，要在未来的某一年放一场金融危机进去，根本算不上什么困难的预言。再看那条飞向火星的第4条，人类探索火星上是否曾经存在生命的脚步，这些年从来就没有停过，一个接着一个雄心勃勃的采样返回计划正在一步步推进。而发现火星生命这样的标题，早在几十年前那场著名的陨石争论里就已经反复撩拨过我们的神经，把它安排在2029年不过是顺水推舟。至于那座黄石超级火山，它确实是一头真实存在，被全球科学家日夜紧盯的史前巨兽，这份恐惧是真的，但问题就恰恰出在那个数字上。主流的地质学界普遍认为，它在可预见的短期之内真正喷发的几率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国分林口中那句2030年喷发几率高达 78% 的断言，正是最典型也最高明的一种话术。它把原本缥缈无形的恐惧硬生生包装成了一份看似盖了官方钢印的科学报告。一旦挂上这样斩钉截铁的数字，原本虚无的担忧就突然变得沉甸甸的，有了重量。讲到这里，如果我只是把这些预言原本的念给你听，然后再加上几句神秘兮兮的渲染，那我就是在欺骗正在看影片的你，那也辜负了你宝贵的时间。一个真正想把事情看清楚的人，接下来必须要逼问自己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一切会不会根本就是一场精心设计、滴水不漏的网络魔术？而当你真的沉下心来去追根究底地查证，你会发现质疑他的人手里握着的证据一点都不比相信他的人少，甚至更加致命。质疑者揭穿的第一个机关叫做锁推删文，这套手法说穿了其实一点都不神奇，甚至有些好笑。操作的人会先把账号设成私密的锁定状态，这样一来外面的人就完全看不到他在里面究竟发了些什么。然后针对同一件即将发生的事，他会在这个上锁的状态下疯狂地发出涵盖所有可能结果的贴文。我们就拿奥运金牌数来举个例子，它可以从0枚一路猜到99枚，每一个数字都各自发上一条。等到比赛结果终于揭晓，金牌数确定是27面之后，
他要做的事情就只是冷静地删掉其余那98条全都猜错的贴文，只单单留下27面那一条，然后再把账号从上锁轻轻一点切换成公开。由于这些贴文发布的时间全都凝固在当初上锁的那一刻，等到那些不知情的网友后来循着线索找上门来，他们亲眼看到的就是一条早在事件发生前好几个月就已经精准命中最终结果的神级预言。一场看似100%的奇迹就这样被一连串冷酷的排列组合，外加一个轻飘飘的删除键给凭空制造了出来。而最致命的一击来自一组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数字。有细心的人比对之后发现，国分林的账号在正式公开之前原本显示曾经发过大约600则贴文，可是当这个账号正式转为公开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时，却只剩下了大约50则。那么那凭空消失的500多则贴文究竟都去了哪里？更要命的还在后头。有人专门去翻查他那些神准贴文底下最早的网友回复，结果发现第一条回复的日期竟然是在奥运闭幕之后的8月9日。这就出现了一个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的巨大矛盾。如果他真的是早在比赛开始前好几个月就大大方方地公开预言了金牌数，那为什么在长达数个月的漫长时间里，这些贴文底下竟然连一条回复都没有，非要一直等到结果都尘埃落定了，才终于开始有人陆续留言？这一整串前后错位的时间线几乎就是把锁推删文的整套操作流程明明白白地摊在灿烂的阳光底下给每一个人看。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只是手法层面上的合理推理，那么接下来的这些就是他实实在在的当众翻了车。在那层神准的光环之下，国分林其实有相当多的预言是彻底落空的，只不过在那些被精心筛选过后的叙事版本里，这些难堪的失败很少有人会主动提起。他曾经非常具体的预言，2024年的1月10日，日本北海道的石胜外海会发生一场规模 8.2、震度高达7的巨大地震。结果那一天，那个地点根本就没有发生他所说的那场大地震。他还预言过令和之后的日本新年号叫做万治，可是研究的人指出，日本年号的选定有着一整套极为严格的规范与程序，而万治这个词被高度怀疑，根本就是从某个动漫角色的同人称呼里借来的，毫无任何公信力可言。他甚至还曾经预言过，日本会在2024年的9月正式发布疫情终结的宣言，而这个说法后来也被视为只是基于当时防疫趋势的一厢情愿罢了，并没有真正成为事实。一个如果真的能看见未来的人，又怎么会在这些同样具体的事情上错得这么离谱，这么彻底？还有一条线索，可能比上面所有失败的预言加起来都更值得我们提高警惕，那就是钱。质疑者敏锐地注意到，国分林后期的言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往一个特定的方向靠拢，那个方向就是加密货币。他声称自己当年在2019年就买进了1400枚以太币，然后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埋在父母家的院子里，准备一直留到2058年再取出。他还预言比特币未来会涨到一个天文数字，折合大约是494万美元一枚。但他紧接着补上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到了那个价位，这个东西就只能卖不能买了。各位朋友，这句话请你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在投资的世界里，当一个被众人捧上神坛的人物一边不断地向你描绘某个资产惊人的未来涨幅，一边又不失时机地暗示着某个只进不出的神秘时机时，这往往就是最危险的讯号之一。学术界把这一类现象归类为一种半真半假的网络谣言，它真正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懂得用一大堆已经千真万确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来当作香甜的诱饵，然后再悄悄混进大量根本无法验证的虚假讯息，让整个故事比100%的谎言更具备传染力，也更容易让人卸下心防，乖乖掏出自己的真金白银。我在这里要非常严肃地对你说一句，无论这个未来人最终会被证明是真是假，
任何要你根据一则网络传闻就把辛苦攒下的血汗钱投进某个加密货币的说法，都请你务必把它当成诈骗来严加防范。因为一个真正来自未来的善意提醒，它的结局绝不可能是掏空你的钱包。所以我们绕了这么一大圈，从他那些令人胆寒的神准命中一路走到这些藏也藏不住的破绽与重重疑云。现在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即将在2026年9月26日归来的女人？我想最诚实的答案是，截至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能够100%地证明她就是真的未来人。但也正因为人性微妙，没有任何一段冷静的论述能够彻底浇熄我们每个人心底深处那一丝万一它是真的你的念想，而恰恰是这一丝怎么也熄灭不了的念想，才是整个故事最值得我们静下来深思的地方。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在这个科技已经如此发达的年代，我们反而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渴望未来人，更加迷恋预言？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焦虑里。这几年，一场疫情把我们长时间地关在了家里，一场场战争在每天的新闻画面里日夜燃烧，悄然攀升的物价正一点一点地掏空我们本就不丰厚的存款，未来变得前所未有的模糊，前所未有的不可掌控。当一个人深切地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无法掌握明天时，他就会出于本能地去伸手抓住任何一根，哪怕只是看起来能让他预知明天的稻草。国分灵真正的魔力也许从来就不在于他究竟说对了什么，而在于他精准地狠狠地击中了这个时代里每一个平凡普通人内心深处那份对未知的巨大不安。说到底，我们真正害怕的其实并不是那艘虚无缥缈的黄泉客轮，我们真正害怕的是自己对命运一无所知，是自己面对明天时的那份毫无准备的无力感。也正因为如此，当我再回过头重新凝视那份所谓的10年清单时，我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未来人冷冰冰的预言，而更像是一面被高高举起的镜子。你不妨仔细端详一下那份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燃烧的战火，蔓延的瘟疫，崩塌的金融，火星上沉睡的远古生命，地底下随时可能苏醒的超级火山。这些东西难道不正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在新闻里反复看到的那几样最深的恐惧吗？它们没有任何一条是凭空冒出来的天外飞仙，而是全都精准地对应着2026年的我们内心深处最在意也最不安的那几根弦。所谓的预言，与其说是在告诉我们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倒不如说它是在替我们把当下那些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我们的集体不安，一条一条的整整齐齐的誊写成了具体的文字。所以哪怕这位来自2058年的女人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精心编织的虚构，那面她递到我们面前的镜子却是无比真实的，而镜子里那张写满了焦虑的脸分明就是我们自己。那么作为一个生活在资讯洪流里的现代人，下一次当又有一个神准的未来人，或又一份骇人的末日清单在你的手机荧幕上疯传时，我们究竟该怎么办？这里我想送给你几把能够随身携带、简单却好用的尺。第一把尺是去问这个预言到底有没有给出可以被验证的明确的时间与细节，还是只是一堆怎么解读都对、永远也不会出错的空话。第二把尺是去想这个故事流传开来，到底谁会从中获利？是单纯的流量与关注，还是说背后有人正等着你掏出真金白银？第三把尺也是最重要的一把，是只要他开始引导你去投资、去转账或去购买任何东西，那么无论这个故事被包装得多么完美、多么动人，你都应该在那一刻立刻在心里拉响最高等级的警报。第四把尺则是回想我们前面聊过的那些原理，冷静地去估算一件事情真正发生的几率。一场迟早会来的疫情和一个精准到个位数的奥运金牌数，它们的命中难度
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量级上。把这几把尺悄悄收进口袋里，你就能尽情享受这些离奇故事带给你的乐趣与想象，却再也不必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那么2026年9月26日那一天真正会发生什么？我大胆的猜测，最有可能的结局其实平淡的会让很多人感到有些失望。也许那个账号会再度悄然亮起，发出一些足够模糊，怎么解读都能说得通的新预言，然后我们又会迎来新一轮全球性的狂欢、争论与刷屏。又也许它会就此永远的沉默下去，突然留下一个无人能解的谜团，继续在网络世界的某个幽暗角落里被一代又一代人翻出来，反复的咀嚼、猜测。但无论最终是哪一种结局，我真正希望你能从这支影片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恐惧，而是一种难得的清醒。我们完全可以对未知保持一份敬畏，可以对这些离奇的故事抱有一份好奇，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生活里难得的乐趣所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一定要握紧手里那把名叫理性的尺，用它去丈量每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去细细分辨哪些是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善意提醒，而哪些又只是用来收割我们的情绪，甚至收割我们钱包的精心陷阱。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这最后的7个月，皇权客轮究竟要带走谁？我的答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替你我预定下那张船票，除非是我们自己因为一时的恐慌而乱了方寸，因为一念的轻信而亲手交出了判断。真正能够保护我们的，从来都不是某一个来自2058年的神秘女人，而是我们今天好好的吃每一顿饭，好好的睡每一个觉，认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稳稳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并且珍惜身边每一个还能伸出手真切触碰得到的人。如果2026年9月26日他真的回来了，我们当然会在第一时间为你带来最完整、最理性的解析。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与其惶惶不安地去等待一场未知的审判，不如就把这未知的7个月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当成属于我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最珍贵的7个月，好好去活。毕竟能不能登上那一艘船从来都不是别人说了算的事，这一次方向盘就牢牢地握在你自己的手里。